你自己有没有听过有些人会讲说过动长大就会好？其实长大没有好，它只是斑马的条纹有粗的细的，这世界上的斑马没有任何2只条纹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会说这个是你的神经多样性，你的神经脑神经它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特质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都会跟身边的人说你是一只独一无二的斑马。普通人跟神经多样的人就像是讲中文跟讲法文，你的语言就是不对，你就是没有对上，所以你才会失真，你才会出错。这一个实验它告诉我们的就是人跟人的那个沟通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特质不同才会有落差，所以请大家不要抱着就是我是正常的，我最棒，我就是对的，这样去看待特殊的躯体。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语言治疗师好好老师郝先琪老师。根据国际研究呢，全球有100个成人里呢，大概就会有2到3人会有 ADHD， 可是呢，有超过80%的人却没有正式的受到评估或者治疗。那么你有没有可能是其中之一呢？那今天我们要透过好好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什么是感官调节，什么是 ADHD， 那尤其他本身也是跟 ADHD 高度相关的人。好，那我们先欢迎一下好好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语言治疗师好好老师。对，我超喜欢你的开场的。OK 好，这个也充分代表为什么我刚刚要讲你是就是跟ADHD 高度相关，可以让你自己来说一下吗？就是你平常的生活长什么样子？那就是吃饭、洗澡、早餐没有啦，就是如果是一天的话，其实就是像假设我今天来录音好了，那我今天过来的时候，可能先起床的时候先找手机在哪里，就是听到那个铃声，对不对？很扯，我听到铃声哦，大概就是8点20左右。是，好，听到铃声我就开始找我的手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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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手机。好，终于找到手机了，然后呢就进去那个厕所浴室，然后开始刷牙洗脸，对不对？那你猜我找到手机嘞？手机在厨房的桌子上。OK， 那你待会在浴室的时候还会记得手机在哪里吗？不会，我会找我的眼镜，我就开始找我的眼镜啦，各位观众，找眼镜。好，手机找到了，然后呢就找我的眼镜，然后刷牙洗脸，眼镜在哪里？然后看不到，就算了，就直接戴隐形眼镜嘛，就不用找了。好，然后呢，结果眼镜在哪里？在床头的缝下面，已经被挤到床垫下了，好可怕，找不到。然后呢，就出来哦。结果呢，我想说早上可以喝个咖啡，然后自己泡个咖啡，对不对？又来了，找杯子，最爱用的那个杯子吗？对，不见了。然后呢，就开始找了杯子之后呢，就一直周而复始，杯子在冰箱里。为什么杯子在冰箱？因为我昨天喝可尔必斯的时候想要加冰块，结果我一开冰箱，我发现冰块没了，我就去加冰块水，然后杯子就给我忘在那个冰箱里。反正呢，今天一整天就是这样子，我的日常。好的 ，OK。所以平常人一找钥匙是正常的，你要告诉自己你很棒，你找钥匙而已，人家是从眼镜、手机开始找。对，所以这就是一个ADHD 的早晨的开始。我会说就是不一定每个人有啦，但是就是我这个特质的可能比较常经历到会发生。那我想要你勉励我一下。哈？我想你这么快？我们还没有那么熟就要开始勉励你？如果我是 ADHD， 是你怎么告诉我这是上天给我的武器？我觉得这个还是以你个人的看法比较准确。如果你讨厌这个 ADHD 的特质，那我们也会鼓励你，就是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因为每个人的看法都是自己主观的。假设我已经进入到那一段，我很喜欢我自己。如果你很喜欢他就是我。对那我就会讲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多样性。斑马的条纹有粗的细的，这世界上的斑马没有任何2只条纹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会说这个是你的神经多样性，你的神经脑神经它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特质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都会跟身边的人说你是一只独一无二的斑马。太棒了。对，当你讲斑马的时候，我想到的是独角兽。很有画面耶，是每一个人都是可以一个独一无二的。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发光发热的地方跟特质。好，我刚刚起头讲到了感官调节，可是说实在，在遇见你之前，我对感官调节是超级陌生。我心里想，感官就感官啊，然后嘞，
哎呀，好啦，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人去认识这个世界，我会经由触摸、视觉、听觉，其实我都会有这些感觉的输入，让我去体验我的环境跟我的世界嘛，对不对？假设是这样哦，外面开始有轰隆隆隆在施工的那个声音，对，好，这个声音很吵。很杂很尖锐，对，听起来一定是不舒服，对不对？听进来之后它会先进入到你的耳朵，再往里面传，然后我们的大脑有一个地方叫做杏仁核，它是我们的情绪的中枢，这个杏仁核接收到讯号的时候，它会有启动一个很原始的反应，战斗或是逃避。因为我们人以前在外面野外生活的时候，听到轰隆隆，可能怪兽来了，要赶快转头看一下嘛，对不对？是。好，那这个杏仁核会让我们有这些的反应。假设我们到现代的社会，我是在办公室里面工作的人，我可能想要逃离，我不想待在这个空间里，对，好吵，我想要离开，或者是我想要努力的想办法，把门窗紧闭啊，我可能要播音乐啊，我开始想我有什么解决的策略嘛，对不对？那有些人他们可能听到那种很突然的刹车声，他可能会僵住，他不晓得要怎么反应，他可能会冻结。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反应啊，你们就是我们都可以想一想，这一些的不管是强光啊、大声啊这些东西，它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的情绪的稳定。那其实我们的工作表现，你觉得会好吗？不会，不舒服。对，甚至是假设我们现在在很安静的房间里面录 podcast，我们的感官是愉悦的。对，我视觉看到赏心悦目的 Peter，然后呢，我又听到很棒无损的音质，是，然后我的触觉，哎呀，我就在那边找我的那个戒指，然后呢，我还闻到我出门前喷的香水香香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我就可以很愉悦、很平静的来沟通跟分享。是，所以反过来如果今天有一个孩子，他在上语言治疗课，可是外面一直都是那种冰冰冰冰的声音，他上课的效果不会好。对，那甚至是课堂学习、教室、一般学校也不会好。所以我们才会说，感官会影响到我们的人际沟通、专注跟学习都会有关系。OK， 感官调节，我觉得回到Peter 自己的语言，好像就是人的以前讲眼耳鼻口舌什么之类的这种五感，人的五个感觉。我现在想到是耳朵、头、二肩膀、手、脚的差不多，眼耳鼻和口两万鼻通应该是有的。对，就是该有的都进去了。对，那就是这几个观感传递到我们的大脑所接收的，所以可能过载、欠缺之类的。那调节的意思就是如何让它回归到正常。OK， 讲到这里，我就又很想要讲到你手上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头一次看到，就是有来宾一直玩他手上的东西。介绍一下这是什么神奇的小东西。就是因为呢，我自己是过动症患者，那是有医生诊断，然后有开药。那我平常除了稳定服药啊，然后去看身心科之外，我一直在想说我的工作效率可以怎么提升。那其实是这样，如果对我来说我的思绪很混乱，我要去锁定一个说话者，我要 engage 在一个对话里面，我原本要做的事情可能是抖脚，可是我穿高跟鞋，我抖脚可能又没有那么方便，或者是椅子都会晃。还有一个常见的，大家可能觉得无聊的时候会开始摸头发，尤其是国中生剪分叉，越剪越分叉，一直剪。我也当过国中生啊，我国高中整个人生都在剪分叉。OK，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可能会抠手啊，转笔，有没有？就是大家一定都会有这一些的动作啊。我好像要帮助自己调节，我知道我很涣散，可是我透过转笔让自己集中。这问高中生一定最知道，大学生也知道。可是因为这一些的动作，它在世俗的眼光里面没有那么好接受。像是假如我现在在跟你做访谈，然后我在抖脚，哇，这个能看吗？就是不行啊，所以我一定需要有一个额外的行为去取代原本这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合适的方式嘛。好，如果我不抖脚，没有笔让我转，那我现在就有一个这个东西，它套在我手指上面，那我就可以给它这样转，折，那它就可以帮助我在社会观感里面可接受的范围，又不影响我们谈话，让我更专心。我跟你说真的超上瘾的，你要不要趁机介绍一下？就是跟你聊了这10分钟，我就开始转它了。然后呢，我有感受到你上面说的这个上面的纹路是不一样的，没错，它带来的那个你大脑的刺激也是不同的。没错，趁机讲一下其他颜色。好，是这样子，我们就是有把它做成3个颜色，
变成3个层级，然后有6种纹路。那最轻的层级的它就是绿色，那绿色的纹路是比较静态的，所以其实它的使用方式比较像是我固定住之后夹好它，然后我手在上面轻轻摸。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圆圆颗粒，那这个圆圆颗粒有点像是那个以前不是蚊子会咬，然后那个皮肤肿一包，然后我们会用那个指甲去刺十字，有没有？对啊，这个我自己个人都是锁定它这个圆圆，然后就开始对它这样子刺。是，对，那它就是给我一个压力，我去这样子捏它。那黄色的部分的话，它就是比较像是我固定好之后，我其实可以抠。是，对，它是静态的抠，所以这个黄色都比较像是我可以用抠的。那就是橘色是感觉输入更强的，那它除了抠之外，其实它这个有一点牙齿刺的感觉。那它除了抠之外，它这样子转也会让你觉得就是蛮有那个舒适度啦。对，你就会觉得手边有事情可以做。是，对。那我的好朋友里面除了过动之外，我们也有就是比较焦虑的，或者是有烟瘾的，有皮肤就是异位性皮肤炎的朋友，是，然后他们就会想要取代抓痒。对，那这样子的行为就会让他们比较能在工作上面可以做自我管理。所以那我刚刚透过这个啊，你刚刚有一个很漂亮的名字，仓鼠什么？仓鼠滚轮。对，这个需要由你自己讲出来。对，这个很厉害，这很会讲名字。因为我是天才。好 OK。我们有一题是这样，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孩子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其实是感官需求没有被满足，然后常常被误认为不乖或者是不认真。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好了。爬高、荡秋千、吊单杠。我以前会坐在单杠上面，然后呢后空翻，这样咚咚咚这样翻下来。我会去寻求这类的刺激。大概5年级的时候，我学会了一个技术叫爬杆。我会爬，像猴子这样爬上去，对不对？爬到最高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会把自己先用烤乳猪挂起来之后脚往上，然后我会坐在上面。那个高度大概就是将近啦，还没有到1层楼那么高，可是我就会在上面开始玩，转，翻，滚这样，然后呢再从上面跳下来。难怪最近很常膝盖痛啊，小时候乱玩。对，不要乱玩，不要乱跳。对，就是对我来讲的话，我寻求刺激，我喜欢爬高。然后甚至是到长大的时候，我自己就是在开高速公路的时候，对，我会很喜欢那个高速公路的那个感觉。反而是平面道路在等红绿灯，我会觉得很烦。对啊，那个时候就还要拿这个出来转，这样在骂人的时候就快一点，是什么东西？乌龟车啊，这样，然后开始转，对，也可以嘛。然后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我会寻求刺激，寻求速度、高度，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服务的对象，家长会跟我们说，小朋友喜欢爬沙发、跳沙发，这个是其中一个类型。我们会去寻求这些的刺激。那另外一个是冲动对我来讲，小时候学校的老师可能要问问题，谁可以告诉我？然后他要问问题，他题目还没问完，我就先举手。那个时候小时候因为有哈利波特，所以有妙丽在保护我。妙丽是我们的守护神，所以呢，因为妙丽很常举手回答，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妙丽的形象就是资优生的形象，所以老师没有发现我过动，没有发现我有冲动特质，老师会帮我套上妙丽的滤镜，说他可能只是想要表达很积极。对，可是现在回头来看，那个就是冲动控制也有困难，那它也是很经典过动者会有的行为之一。那冲动这件事情在长大之后，就是在买东西上面看到账单会下巴掉下来，是谁偷刷了我的信用卡？是自己，是我。对，把明细对在一起就发现是我了。对，所以就是像冲动这个东西，小时候可能是插嘴、不排队、抢老师的话、抢爸爸妈妈的话，长大就是乱买东西，或者是有其他的表现。Okay. 对，其实我想要延伸一件事情，你自己有没有听过有些人会讲说过动长大就会好？有啊，以前都以为这是长大会好的事情。其实长大没有好，它只是换个地方出现而已。所以像冲动这件事情，长大有社会化了，我有练习，知道等人家讲话，可是可能就会出现在我刷卡，或者是小时候没有经济自主权啊，所以长大就会乱刷卡啊。我冲动还在，只是换个形象出现。
天哪，这段话已经足够我咀嚼很久，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慢慢咬，一直发生在自己的身边你都很有画面呢，超赞的。从你刚刚爬那个什么爬栏杆，然后烤乳猪那一段，我就心想，哇塞，是很具体的画面出现在你大脑里面啊，就真的要这样爬。会懂的，会爬的就知道要这样，就是那个在那里。OK， 但有人的画面没有那么活生生啊，是你的画面比较活生生。OK， 对对对。所以你刚刚提到就是长大，它藏在其他的行为里面。然后刚刚那一段我有一个很大的反馈，就是它的刺激不够，就是你说爬高，然后跳沙发，长大要买东西，那个刺激以你的心得来说，我们怎么去补偿？如果我今天不要让我自己去刷卡的这件事情发生，冲动，怎么让自己被补偿到啊？像是我妈妈很喜欢吃辣，我妈很爱吃麻辣锅，吃辣也是啊，吃辣也是，对，它是一种感觉的刺激，对不对？对。可是我们就会去想如何去管理这件事情。吃辣，我们就大家都有这个共同的体会了嘛，对不对？我怎么去管理我这个辣度，不要辣到我没办法呼吸？好，你爱吃辣椒，能吃多少？或者是如果吃辣这一件事情对你来说会有身体的负担、健康的负担，那我们就会开始去协商，我们每一天给自己固定只有一餐吃辣，其他2餐可以吃比较清淡。对，所以它是一种管理。你说补偿，对，它确实也是方法之一，但是我们的管理应该是我可以有一个预算。例如说今天小朋友他很喜欢爬高，那他在上学之前他可以先去跳床，先跳完，或者是像我如果上课的时候会去抢老师的话，可是我上课的时候我有去忍耐，我下课的那10分钟我应该就可以跟同学畅聊，或者是我下课的那10分钟我应该就是要去操场去做我爱做的运动，我要把我那个能量 energy 先消耗掉，我消耗掉一个正确的管道，合理的管道，我就不会出现在不合理的地方。对，像是吃辣好了，其实说实在的，早餐吃辣有什么问题吗？我今天要吃荷包蛋，你要管我加酱油膏还是辣椒吗？没有关系嘛，对不对？可是我如果今天早餐我吃了辣，神清气爽，我今天一整天上班都很有精神，心情好。对，那你就吃吧。我得到的事情是平衡，对，就是旧的伤口不要让它复发，只比喻了哈。那把这件事情平好，你就不会找更多的刺激了。但我想问你，假设其实是我想要被治疗了哈，现在角度很像这样。等下楼下药局领药，左转批价柜台，右转药局领药。我们真的1楼有。OK， 我想问你的事情是，你看现在这个仓鼠指环，对 ，OK， 仓鼠果轮 ，OK， 我差点讲仓鼠戒指，没关系也可以，你有自己的名字很棒。OK， 总之是仓鼠。OK， 好，我想说，那在成人的世界里面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因为他现在已经调节我啦，那我如果不要让自己刷卡得到满足，在你的治疗协助过程当中有这样的方法方案吗？现在是这个。其实这样通常如果是成人，他们有拿到过动的诊断或者是疑似，我们第一线一定会跟他们说要去看身心科或心智科的医师，一定要去看医师，要专业的评估。你不是说我觉得我有，然后你就有了我觉得我很漂亮，但是要别人都说我漂亮我才可以是真正的美女啊，好不好？ OK， 那如果我今天得到了医生的诊断，医生就会问说你要不要吃药，还有我们除了吃药之外，我们还会搭配一些心理咨商，那吃药跟心理咨商下来，我们这个比较像是日常的辅助而已，它不是辅具哦，辅具是像拐杖、轮椅这种是辅具，我们只是辅助。好，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会提倡的是2件事。第一个，你真的要运动。他说我还是很焦躁，我们就会说那你去慢跑，或者是你去走路，你边走路你边带着他走路，你一边转一边走路都没关系。好，他们就会去运动，整个人就是比较平衡的。第2件事情是我们会有一个，它比较像是认知行为科学里面的，它叫做制动训练。那它就是你要先停下来 stop， 然后你要思考 think， 第3是你要行动 act。 所以有一个很棒的东西，等一下我们可以玩玩看哦。我看到任何的东西我指出来，我要讲不对的名字，例如说太阳、微波炉、烤箱。你看到这个东西，你要抑制你的冲动，你不能对坏人，谢谢。对，那像是说这个是桌子，我知道它是桌子，我比了，我很想说桌子，可是我要 stop 停下来，然后我要开始思考桌子除了桌子以外是谁，
然后我要 act 行动出来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一个针对冲动的特质来说，我们会去跟客户分享的一个技巧。我想到那个游戏是什么？比如说以前综艺节目会有个游戏，就是它写着红色的红，但是它是蓝色的颜色啊，像那样吗？对，那个叫校色实验，它那个其实是一种认知行为科学的测验。OK， 但我发现它有一个同样的效果，就是让我的大脑停下来，让我大脑变清醒，让我大脑回到要运作的节奏。对，可以是这么说。那平常日常这样去练习，可是我们会，你知道有些事情是一体两面的，它可以让你的大脑比较训练的比较活跃。对，可是我们每个人的能量有高低之分。好，假设我今天感冒了，我过敏了，鼻塞的要死，好，我能量很低，你再叫我做这一件事情，没有，是我做完了，我就没有力气做今天所有的事了。对，所以我们还是会评估，就是我们会跟客户或者是服务的对象，去跟他们说，你要知道今天的能量是多少。那你知道你的能量是多少了，你再去相对应。我今天是低能量，那你今天就当一天的老鼠人就好啦。你为什么要当老虎呢？对不对？我今天没什么能量，没 genki， 那没 genki 有没 genki 的活法。如果你有 genki 了有 genki 有 genki 好如果有，那你就可以去做比较多的突破跟训练。我觉得我有比较全面性的去看这件事情，而不是单点的。我蛮喜欢你在后面的延伸跟补充，就是比如说你后面提到的是能量高低啊，对啊，不要用一套公式去套你今天是否是好棒棒还是不好棒棒。每天都是好棒棒，只是有电跟没电而已。对，我觉得有时候人被这些多余的东西被枷锁了。对啊。那我想要问郝老师，就是说为什么最近在社会上更容易被讨论到成人 ADHD 越来越多？你知道伽利略不是发明望远镜？在望远镜还没有被发明之前，我们以为星星就天上那几颗，他发明了，哇，好多啊，满天星空，就这样嘛，就全部都是星星啊。是因为星星不在吗？没有啊，是因为工具进步啦。所以你说成人 ADHD 怎么感觉越来越多？那是因为普及这个资讯，而且医疗的知识有被散播出来。那我们的工具有筛检的那些测验工具，所以你看，像网络上面不是一堆什么问卷，填这个问卷来自测，看你是不是 ADHD，这个工具也变多了。就是因为工具变多，所以我们的方法也多，那我们看到的就越多会不会有人是不小心冒出来的？有啊。我以为我自己是过动，结果我测完了，我也觉得自己是过动，实际上看了医生，医生说还好，你没有。好吗？那就是因为我们有测验，自己测完了，我们才会一直讲你要去看医生，需要去有专业的判断。我们现在都只是看那个工具像一个网子把你塞过去而已，可是塞过去了，你真正是不是那个还是要人为去判断。像我们刚刚前面有一段提到，就是小孩跟成人可能需要感官调节，可能需要刺激。我觉得它在原理或者是心理的需求上面，核心价值是一样的。那如果我们今天已经是长大在社会上的时候，在职场上，我们如何去就是自我照顾？他的困扰可能是什么？我有些客户是这样，他们因为有过动的特质，所以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坐在长的会议里面，或者是我有做建设业的朋友，那他在这个营造的场地他很难去跟同事讲话，甚至是我有一些的朋友，他可能之前在比较高压的产业工作，例如说美妆美发时尚产业工作，这个工作他很需要有创意的思维，很适合他们，可是你需要很准时，可是他没有办法做到准时这件事，所以这个可能是成年人会在工作场所遇到的一些困难。那又回到了我们刚刚说要管理，对不对？管理有分事前预防跟事后的补救，不管你做哪一个，你可以把这件事情的结果有修补好，那都很棒。所以事前的预防是我知道，哎呀，今天早上这个 set 是10点开始，我就知道我几点就要起床，这个是我要给自己的预防的策略。事后的补救是我在路上，我知道很忙很赶，我赶快先传个 line 说不好意思我会晚到哦。对，就像我今天早上一样不管是事前预防还是事后补救，这个都很重要，人是活的。对，所以如果你跟我说有一些成人他没有被帮助，我要怎么自救，那真的就是你得坐下来拿一张纸
开始写我哪一件事情有困难，我事前的预防我可以做什么，事后的补救我可以做什么。你需要自己去思考，因为没有人可以帮你想答案。那假设今天有幸他身边有一个朋友，分2个角度，一个我如何寻求朋友的帮助，一个我是他的朋友，我如何帮助他。你是朋友，你没有义务帮助他。你只是朋友，你不是他爸妈，你也不是他的伴侣，就算是伴侣跟爸妈，你也没有义务帮助他。我可以很热心的想要帮助这个人，但或许我的帮助他不想要，所以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如果就是我自己本身是过动的成人，我可以自己去开口。像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很容易生气，就是我会因为那种小事会抓狂。好，那我小事抓狂不是那种大怒的那种病斗的那种生气，所以我会开始这样子大猩猩呼吸法，我会这样这样，我会变大猩猩啊。他们知道我变大猩猩是因为我知道我要深呼吸，我会这样这样，我开始大猩猩呼吸法。然后我的朋友就这样，你还好吗？他们会问我，几乎我身边每个都这样，你还好吗？我就这样，我需要呼呼，我就会跟他们说我要呼呼，他们就会帮我，就是因为我的抽屉啊都会有一些就是这种小工具，然后或者是我家里有一个毛毯是重量毯，很重，那个毛毯一个被子哦，居然要8公斤，是一个8公斤的被子。他们会把那个毛毯给我拉出来，然后跟我说，那你去沙发盖一下。我就这样把自己包起来，重重的这样，就这样深呼吸完就没事了。我自己主动开口跟他说我不开心，我需要帮忙，然后他们就会开始一连串的呼呼啊、拍拍啊，然后压毛毯啊，我盖毯毯，这样深呼吸2-3分钟我就好了。对，所以就是大人成年人的方式应该是自己去表达你的需求，然后你可以事先训练你的朋友可以怎么协助你，但是你的朋友绝对没有义务当你的保姆。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去 take care 照顾你自己，别人没有读心术，他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会把自己的自主权的那颗球丢给别人，反而会更糟。对，我觉得这个不对。我有点听懂你在说什么。对，因为有一些是我接触到的，可能是服务对象，可能是朋友，或者是我身边的家人，他们会觉得说你应该要懂我需要什么。可是这一件事情如果反过来，今天我的朋友要求我要懂他适合什么需要什么，我觉得这太重了，这负担太重，我担不起。这个是人际上面我们会需要去倡导的，甚至是有一些人因为我有在经营自媒体嘛，有些人他们会说老师我自己是过动，我的男朋友、我的女朋友、我的伴侣他不理解我，我就说那你跟我约一次咨询，我来好好骂你。对，我就跟他骂了。对，我就跟他说你怎么会这么自我中心的觉得人家要迎合你的需求，你可以为自己发声倡议，可是你不能期待人家都要依着你。对，这个是很不平衡。你到时候伴侣一个人变成保姆，一个人变成巨婴，你这个天平失衡了，你2个人的互动永远都会有疙瘩。对，我们应该是动态的调整，有时候我好，有时候他好，我们动态的互相需要，可是不应该永远都是人家来照顾我的情绪。对，先爱自己才把有能力爱别人。先照顾自己也可以照顾别人。是，很好。我觉得我刚刚收获非常大。我说实在的，就是你刚刚在提到那个8公斤的那个毛毯，我刚刚一直在思考的事情是，那个感觉是被包覆了吗？对啊，就是被包在一起很安心那种感觉。对，就重重的很有安全感。然后或者是你说呼吸这件事情，但是我有一个更强烈的收获，就是原来你不止5种感觉，你身上还有好多放大器哦。所以那些感官你如何更能有效的运用它，或者是不要让它被超越了，它需要让你很自在。再来就是刺激这件事情，我如何让我的感官在我许可的范围去运作。你给了很多好的范例，但我喜欢用刺激。为什么我一直想要讲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件事情不只是 ADHD 的人需要留意，是世界上所有人都需要啊。我今天就是能量低，我今天就像你刚刚说老鼠人，对，讲一下什么是老鼠人。没有，就是老鼠跟老虎而已，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只是我想要做对比。OK， 老鼠很清楚，很清楚。9粒粉哦。OK， 所以我刚刚突然会有一段话，就是说这件事情不只是过动症的人需要，是普罗大众可能在这个文明的社会里面都需要。
对，我一直在倡导一个概念，就是叫做神经多样性。神经多样性的意思就是大家以物种来说都是同样的物种，但是我们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所以在神经多样性的这个世界观里面，你刚刚有讲到了大家都一样，对，所以不管今天这个人他的诊断在身上的这个医疗需求嘛，我们会说诊断是一种医疗的需求，我可能会打针吃药，或者是我需要做治疗，这一些的训练都算是我的医疗需求。不论一个人的需求怎么样，我们大家都是同样的人类。那这一个神经多样性的意思就是我尽可能的去帮助所有的特质，自闭也好，过动也好的人，他都可以达到跟日常生活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品质。所以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如果在我们的旧思维里面，我们就会说哦，他是正常人，就像我们刚刚不小心会脱口而出正常人，对对。可是你要怎么去界定正常不正常？对，没错。对我来说，我们都会说普通人跟有特质的人，这个分法就会稍微比较肯定这个神经多样的理论。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可以把今天这个种子散播到你们这里。对对，我是播种的人。OK， 然后我想要再请你帮助我们这种如何帮自己比较沉稳一点，比如说感官很多。我刚刚想到的是我帮的还不够多吗？我讲的还不够就是了。哎呦，这么厉害，帮那个听众朋友谋福利这样子。是，就是我开头刚刚提到就是说有80%的人他其实是没有去就诊的，因为多数人可能到你面前已经就是可能被医生看过了，然后他需要寻求帮忙。没错。那对于我们这种还没有被他可能刚好不小心点到这一集，然后就觉得我可能也是那我怎么循序渐进走到这个可以帮助自己的份上？我觉得第一个是这样，他要先厘清自己的状态是平常都有还是偶尔特定时候有。我所发现我自己的行为它是持续有还是偶尔有，还有它有没有出现在不同的情境里，我只有在工作有还是工作家里学校都有，还有我出现这个行为是小时候一直以来都有还是我最近才有，这两个又不一样了。所以他如果发现自己疑似可能有过动，但是他没有去思考，那很容易就会开始给自己乱贴标签。还有些人是因为可能长期睡不好，过敏，因为看手机，所以就是专注力不好。如果你是因为这些的，那他都不符合我前面那3个标准啊，他没有长期，没有持续，没有从小时候就有。那如果他都不符合，那他要先自己去 list 下来列好，那他才可以去做判断，这个是我天生的设定特质，还是因为我最近才出现的现象。这2件事情都不一样。那像是刚刚就是 Peter 有特别讲到说要做自我帮助嘛，对不对？因为现在市面上有蛮多的书籍，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大家要去找有出版的有公信力的资源。那很多现在因为社群媒体大家会说有邪修，自媒体上面的人他们所讲的东西也要自己去斟酌做判断，可能我讲的对一些人来说没有用，所以你要先知道自己是谁，我是谁，我需要什么，然后你才可以去帮助你自己。可是我觉得就是在沟通上面，有一些人他们是真的自己会担心，可是他少了一个见证，他要看到我做了这些事情我没事，他才敢跟我走一样的路。所以这个也是因为自媒体我所体认到很深的地方。有些人跟我说他也是医疗人员，结果呢他不觉得过动可以帮助到他。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如果他有过动的身份跟诊断，人家会觉得他是一个不合格的医疗人员。你是医疗人员呢，你怎么可以有过动？管他的。所以呢，对我来讲，我就是在网络上面，我就会说，嗨，大家，我是语言治疗师啊，我同时也是一个过动症患者。大家就说，哦，真的假的？对，好，真的假的？那他们看我走这一遍，发现好像没事，
他们就自己也去做诊断，自己去找医生评估，然后吃药，然后去做自己的这个疗愈之旅嘛。他就开始自己的旅程，然后开始了之后，他们再回头跟我说，因为我的分享，所以他们愿意去表明自己的身份，愿意出柜，他们愿意去寻求帮助，看医生，去吃药，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对，我好想听一听，就是你是先做自媒体还是先做治疗所？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治疗所，笑死，哈哈。不是有一个平台吗？哦，对，可是那不是治疗所，那是顾问公司。OK， 对对对对，就是我还蛮早就做自媒体。这个也是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因为呢，我小时候就是叛逆不听话，有多叛逆，就是大概我18岁的时候去穿一个蛇环，然后染乱七八糟的头发，就是很扯，然后眼线是全框的那种，那时候就是很漂亮，还去买那个美国代购呢，那个 Anastasia 的那个文艺复兴眼影盘。你如果是2014年的，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好像反正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把自己搞成那样子嘛。然后呢，我爸妈就觉得说，哎呀，那个女儿应该有自己的想法，那不然这样子，他们不管我，我也不要管他们。所以呢，那个在经济上面，收入跟经济上面就是小影响啦。爸妈就说，那你自己去打工吧，对，我不给你零用钱的，笑死我！其他兄弟姐妹都有零用钱，就只有我没有，这样好像就没有，谁在乎？然后我就去打工，打工之后发现我简直就是赚钱天才。超会赚，然后呢，那个时候赚的时候，风口在哪里？在直播。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签一家经纪公司，我除了当直播，我还当 show girl， 我还当外面电玩展的主持人，电玩展跟车展跟一些商店开幕，那时候夹娃娃机也很有名，就是很热络嘛，很 popular，所以那个时候什么夹娃娃机店开幕式的主持也是我。还可以主持？我可以主持啊，这么厉害？对，我也觉得我有点小厉害。Okay， 所以大概就是从20岁上下就开始去摸索任何一个不放弃赚钱的机会。好，然后那个时候因为直播是风口，直播就是要对着手机对着荧幕，而且它是 live 的，就开始一直滔滔不绝一直讲。那个时候直播的我很早以前起家是念绘本，对，根本没有人要听。对，为什么？因为直播这个产业大家就是要娱乐。好，所以绘本知道这件事情行不通了。后来呢，我找到了自己一个小 niche 利基点，就是我可以看英文的国际新闻，但是我嘴巴讲中文，我可以做即席的口译。对啊，那也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去修外文系的课，所以才会有这个技能在。好，那所以呢，就是我那时候开播的时间大概是早上的5点到7点，然后晚上的可能8点半到9点半。好，那时候我开播的时间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早上的时候有一些通勤的人，或者是开车的就是搭捷运啊、开车啊，或者是我有一些粉丝，蛮多的都是工程师。工程师他们在看这些直播平台，一样都是漂亮的美女主播，可是要有外语能力跟要讲一些比较深的知识的，可能只有少几个。那刚好我比较幸运就有被注意到，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这个部分。那早上就是报新闻，然后晚上就是弹吉他唱歌，还可以弹吉他。对，我大学是热音社的这样。好，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是刚刚你不是有问我说是开始做自媒体还是开始做平台？我自媒体是一个我获取资源的方式。我大概就是20出头的时候就开始做，其实我2023年才退休。我2023年才正式不接跟娱乐有关的通告跟合约，可是就是这个世界是很两极的，很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现在大家看到那个什么，就是你们现在认识的这个身份的我，是这样子。但是就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就是也有一个自己的小知名度。那时候还有什么看板，很好笑，你去捷运站还看到我的灯箱这样子，只是那个名字就是长得不一样。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累积到了一定的，我觉得算是舞台经验。我觉得自媒体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宣导的管道。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存好学费了，我出国读书了，我回台湾工作了，我觉得好像可以慢慢的去做一些自媒体。那我自己好好老师这个 IG 的第一篇贴文其实是我的作业。那个时候就是澳洲的教育学院有一个学习介入法的这个学位，它是在2020年的复活节连假。我们那个连假的作业是你要拍 YouTube Podcast 或是做 Social Media， 你要去发有关于阅读障碍跟学习障碍的知识性文章。你要去做一个卫教。那时候卷起袖子觉得Let's do it，
来做吧。好，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做。那做就会累积到现在的这个成果跟收获。对，那会开你说这个就是咨询平台，是因为我发现到有一个灰色地带没有人注意过，孩子可能真的去看医生了，跟我小时候一样，医生说没关系啊，他只是水瓶座 AB 型，所以他没有拿到诊断他就回家。可是家里的人在教他不写作业，上学迟到，东西忘东忘西，怎么办？因为大家都三不管，要资源没有资源，要诊断没有诊断，对，他没有办法去上特教班，他没有 special enough 去接受特教。是好，所以像这样子在灰色地带的孩子，我们能做的就是家庭的教育。因为我去教家长对付自己的孩子，孩子可以在日常表现更好。我训练的对象是家长，是我不做儿童。如果我今天对的是儿童，我可能要教他5堂课10堂课他才学会这个技巧。家长的理解力领悟力可能1-2堂课，家长明白怎么做，我们去教他。所以我到人家的家里，我做道宅的时候，我是带着家长去对付他的小孩。我在做线上的咨询的时候，我也会跟家长说，现在小朋友这个情况，请你这样对他说。我们是做家长的教练。而这件事情，第一是经济实惠，第二它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所以现在如果把世界地图打开，我左边最左到西班牙，右边最右到加拿大。都是透过这个咨询平台找到你。透过自媒体或者是口耳相传或者是咨询平台。因为你刚好提到咨询平台，我们怎么找到你？就是怎么搜寻 Google 搜寻？对啊， Google 搜寻好好老师或者是只属于你。对啊，那是有一天我在全家在吃韩吉的时候发现它有紫色的韩吉，就说这是一个紫薯吗？这样子，然后就是偶尔韩吉就是芋泥，所以就是番薯加芋头。然后因为我们的团队是多专业团队，我们里面有2位职能治疗师、语言治疗师、临床心理师、音乐治疗师跟营养师。所以像是假如说小朋友精神涣散又过动，他可能需要的有营养师帮他看慢性过敏、调整饮食，需要有心理师帮助家长去舒缓他的压力，跟他的一些育儿的一个环境上面的调整。他需要语言治疗师，我们来教家长怎么让孩子说出自己的需求跟情绪。小朋友有时候这样子跳他没有办法表达，我需要冷静，请你帮助我冷静。小孩不会表达，所以我们就会介入，教家长训练小孩察觉，然后说出来，还有这个情绪的表达。那职能治疗师就是针对感统的部分，怎么让他有居家放电的游戏，让家长跟小朋友居家就可以放电。所以当一个家长带着一个疑问来，我的孩子有过动，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来到我们的平台的时候，我们是所有的老师一个那个叫什么八仙过海所以是一起我们有一起的 session 也会独立的，可是我们的资料是共享，所以一个家庭，然后是我们在照顾他们。人家是联合医院，你们是联合咨询。对，有点像。对，那我们这个团队的好处也是因为我们的老师基本上都具备双语的能力，所以像我自己是中英，我们有讲中粤的，讲粤语的，广东话的，然后所以你看广东话的老师就可以服务到香港、澳门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客户，或者是海外的华人，都在讲那个广东话的都可以这样子。那我们还有讲日文的，中文加日文的，对，所以就是我们的老师跟团队基本上语言能力可以部分的去 cover 我们的客户他们的需求。从家长进来找到你的第一刻，他怎么提出问题，他怎么告诉你我需要被帮忙，然后他怎么样透过你的协助之后有一个成功案例，可能短短的1分钟，你刚才已经有很扎实的把每一个营养师然后心理等等的相关的都介绍过了，但如何让我们更有场景的开始这样子？了解。我们通常是这样子，我们会有自媒体跟部落格的卫教文章，所以大家会先看有一个基础的认识。那在我们的官网或者是 IG 也好，我们还有官方 LINE， 官网会有一个预约系统，你可以看你要媒合哪一个老师。那我们的官方 LINE 就会有客服小帮手，那我们的客服是助教。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客服也都是医学大学毕业的，可能是社工系跟护理系，或者是就是其他专业人员，我们的客服从来没有用过非医学大学毕业的人。对，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我希望大家是视病如亲，我们要有这个专业才听得懂客人在说什么。那我们的客服的助教就会跟客户去询问
你有什么困扰，然后会去做1对1的先简单的问答，会去收集资讯。那我们收集资讯就是如果你是医疗产业的，你就会知道我们读护理会有一个 E-SPA handover 一个格式这样子。那我们这个 handover 就会讲说身份，他的状况，他的 background，他有没有做 assessment， 那你有没有 recommend， 你有没有建议。所以我们的助教虽然看起来都很像在闲聊，但是他都会去收集这些东西。对，那我们就是全部调查完之后，助教就会跟他说，那我们会建议你要用哪一些的老师，我们会有一个团队的列表，老师给他。所以呢，家长就会说，那我想要先跟某位老师约一次。那第一次接触到的老师就会去统整他的需求，给出对应的建议。那我们就會有团队去讨论，我觉得他可能需要职能，我就会去 hew 那个职能老师。我觉得他可能也需要营养，我就会跟家长讲。像是我有一个家庭是泰国的家庭，那这个泰国的家庭呢，他刚好这个家里的这个环境是多语言的环境，讲的好多语言，至少5种。那这5种的语言呢，我们可以帮助他的界限到哪里，甚至是因为他念的学校里面已经有语言治疗师了。那我是一个很鸡婆爱管闲事的人，我就会跟家长说，那不然这样子，我跟学校的语言治疗师你留 email 给我，我这一次跟你谈完之后，我的 note我会把家长的这个concern，我寄 email 寄到你学校的那个语言治疗师，我会跟你说，你居家有1位，学校实体有1位，你的孩子跟实体的那一位上课都没有问题。那实体的这一个他有什么进度，他想要再分享给我，我来教你家长。超棒！那你就不要去打扰老师了，你大家的专业各自有界限。对，所以就像是我是家长端去负责训练的那一个顾问。那这样子家长也会很明白，就是不是只有我自己团队的人在互相沟通，好像我们是黑箱作业这样自己在那边沟通，我们还可以 reach out 去帮你去跟学校做沟通。我觉得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就是从前面你提到的，不只是1位，你一进来就看你的状况啊，就包括你要跟你聊聊天这种情况这样子，而且你们是用很多位的资源在看这件事情，它是很全面性在做。所以我觉得刚才那段我用很安心的一个角度做进来，这样 OK， 没错。就不是瞎子摸象，如果他只有找一个人，那这个人看的就是全貌，那我也会很担心。对，就是我刚刚很想要表达这件事情。有时候就像是你到大型医院里面去看的时候，你可能要被转科别，就这个概念，但是你同时被很多照顾到这样。好，那在节目的尾段啊，我想要用今天谈到的，我刚刚用了一个正常人这个词，然后你刚刚提到多样性，神经多样性这些，我觉得超棒，就是每一朵花都有它不同的样貌。那我们最后一段是这样，就是您常常分享一个观念，就是说不是谁做不好，而是需要找到更适合彼此的理解方式。它的起头是怎么来的？它的起头就是我长期的这个情感受挫，没有开玩笑的，就是我有发现，就是一般的教育体制出来的人，他们其实很少看到有特殊需求的群体。例如说像假如是我好了，我就是念就是国立的国小，然后我进私立国中、私立高中、私立医疗大学，其实从国中开始就一直都是考试。那因为考试就会筛选到一些学业成就没有那么好的学生嘛，所以其实我们成为医疗人员训练起来，我们身边的同学同才很少有被人家讲特殊的这一个群体。好，那我发现了我的同学他从小到大长大都没有看过自闭症患者。我说我家就有一个，我弟弟就是了。那我们才会发现说在观念上面有很大的差距不一样。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小朋友在治疗室他尿了，好，裤子湿湿的，座椅都湿湿的，地上也都是尿尿。好，那对我们有接触过甚至是理解跟接纳的人，我们就是对啊，本来就这样，就跟外面下雨一样，那就是一个自然现象。那个是我们有接触跟理解。可是如果是我的另外一个同学，他是一个虚拟同学，
他就说很脏，我不敢摸这样子。好，那这样子代表是他有没有理论，有没有知识，有没有专业？有，他有。你问他，那你知道小朋友其实可能3、4岁还是会不小心尿尿嘛？他也知道，他知道儿童发展，他也知道这些事情。可是对他来讲，真的事情发生的当下，他没有办法去处理，去明白说那我接下来要怎么做？可能会慌啊，会紧张啊，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普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经历。对，只是当我们在讲说接纳跟理解，或者是你刚刚还有第3个词是什么？从矫正到理解。对，从矫正到理解。那假设万一今天这个孩子他就是身体的控制不好，他一直尿，3、4岁尿，7、8岁尿，尿到12岁，这个时候我们还要跟他做矫正吗？通常就不会了。我们知道那个就是他没有办法改的一个天生的行为。他就是身体的控制，肌肉张力不足啊，他就是察觉不好啊，他就是会有这一些的。可是你知道吗？在台湾没有青少年专用的尿布，很特别找不到。你有成人纸尿布，可是成人的 S size 可能对青少年来说还是有点大，可是他又不能穿6岁儿童的，可能最大 XL 做到6岁左右，还是穿不下。可是如果我是青少年，我的小屁股要怎么办？好，那这个就是有一个空缺在。那矫正，难道我就是等到他尿裤子我就觉得我要绞他，我拿棍子打他？你只要尿了我就打你，只要尿了我就打你，那这样小孩会学会控制吗？不会，不会。小孩不是狗啊，你这样打一打，这样教不可能啊，你教不会。他的矫正的这个心态是我感觉这一件事情是异常的，我一直想要改变它。可是理解是好，那我们来找有没有符合他尺寸的尿布。那我们让他知道湿掉了，会跟大人求助说帮我换。是，我理解孩子他要尿尿这件事情，我真的改不了他了。他可能就是长期有这个状态。好，那真的没办法了，我只能教他。你尿湿了要来跟老师说，尿湿要跟爸爸妈妈讲。好，请帮我换尿布。他会表达，已经很棒了。这就是我理解他，他也理解我，我们2个互相取得一个平衡共识。我不会再去矫正他他怎么老是一直尿呢？你这样子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跟这个孩子有好的连结跟桥梁。对。我觉得我蛮喜欢这个题目，就是从矫正到理解。然后你在谈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世界需要这个东西。是。然后今天有提到2个，我觉得，但我想要从你身上继续挖，就是2个。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神经神经多样性，然后第2个是讲理解。我觉得你还有这种价值想要传递的，你有没有第3个可以再跟我们分享？这已经是节目的最后了。真的我觉得就是顺应本性，没有什么事情是永久的。对，因为我觉得在很多人的这个想法里面，可能你是刚接触到诊断的人，有一些家长小朋友可能几个礼拜前几个月前拿到诊断了，他们就会开始担心，那以后工作怎么办？生儿育女组成家庭怎么办？他们会拿以前的自己的这个经历，然后开始去想未来怎么办。对，但是我们会跟家长说，请你不要一下子就想这么远。OK， 我们可以为了小小的步骤而努力，可是我们不要马上就去想到那个最终的结果。有一个人就是史蒂芬科维嘛，他不是讲7个好习惯，他里面有讲到以终为始。你未来想要做什么，例如说我2年后要发一张新专辑，那我就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跑宣传，什么时候要定妆法，什么时候要拍 MV， 什么时候这样我要往前推，然后我就会知道我现在该干嘛。这个理念我是非常推崇的。我希望孩子以后可以独立生活。你说生儿育女婚姻这么棒吗？我也不觉得，对不对？可是我希望孩子以后可以自立生活。为了达成自立生活，我开始往前推，他几岁要学会换这个，几岁要学会煮饭，几岁要学会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结果我这样推，我发现我小孩今年5岁，他可以先帮我提那个菜篮，他可以先帮我把菜放进冰箱里，他可以先认出来红萝卜跟白萝卜不一样，那个就叫做我的以终为始。我为的是他未来可以独立生活。是，对。可是我不是说拿到这个诊断开始在恐慌，以后怎么样，以后怎么办？那这样子的话，这就是比较不健康的心态。一样的事情你的动念会影响你的行为。对，没错。对，所以我们就是想你未来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然后我现在就开始做小小步骤的努力，而不是因为现在拿到了诊断开始 panic 恐慌，他以后要怎么办？那你恐慌了半年，恐慌了1个月，对，你恐慌的时间长短，他的这个进度跟他要做的未来的这个计划，就可能也会有影响。是，对，已经把未来的一辈子都以为是那个状态了。对，不要这样子去框架你自己或框架你的孩子。对。可是我们可以做的是，我现在可以做什么？ OK， 最小的，他可以帮我把白萝卜放到冰箱里，已经很棒了。那你就可以开始练了，放白萝卜，放芹菜，放鸡蛋，放番茄。哇，那你就不用在这边跟他看绘本，还要认那个食物百科，你就带他实际去一趟，然后开始帮你归类，帮你放。他不用。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是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想法，他的小孩不用成什么大器，不用成才，可是他要在家里做一个有用的帮手。对。我们家弟弟也是啊，我们家弟弟也是可以煮咖啡，可以洗衣服，可以打扫。哇，他很棒，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他还可以照顾家人，赚钱让姐姐们去赚就好了。我们就拿那个孝亲费，对，我们就可以大家一起去贡献他。我们回家吃到弟弟煮的热腾腾的饭，是很好吃那个小黄瓜切的大小不一，有的特别大很硬，有的很小很碎，那也没关系，好吃。对，就鼓励他，你很棒，已经是100分了。对，你很棒。对，你去做你该做的，我做我该做的，大家就一起合体变成一个家庭。 OK， 我还想要继续挖掘你，可以吗？不是说时间要到了傻眼。刚刚讲3个了，第一个是神经多样性，我觉得这个是我平常没有的语言，我觉得好需要讲这件事情然后第2件事情是理解，第3件事情是以终为始，我们用一个简称啦，以终为始，没错，史蒂芬科维，大家可以去看。对，我觉得超棒，喜欢。好，那如果现在马上在挖你第4件事情，你还有吗？有我想到一个东西OK， 就是呢，你知道在大概2020年吧，我有点忘记了，有一个实验，它是这样子，他把所有的受试者呢分为2种人，一种就是有诊断的神经多样组的人，另外一组就是普通人。神经多样组跟普通人他们要一起解一个任务，可能是盖积木啊、拼拼图啊之类的，好，反正就是一个团体合作任务。所以我们就有3种排列组合，神经多样配多样，多样配普通，普通配普通。结果我们发现，我们就开始看他们几个，第一个是这个任务完成度，他们最后 project 的成品怎么样，再来他们还会发问卷，问你说你觉得你的这个搭档怎么样，你满意不满意这一次的搭档。好，所以他们就开始做一个分析了数据显示神经多样配神经多样这个传导速度跟普通配普通的传导速度基本上是一样的，而他们的满意度也是差不多的。最不满意的就是神经多样配普通人。我们说这个叫做双重的这个沟通的误差，没有对平。好，对，他们没有对平，可是他就颠覆了以前大家的想法。我们以为神经多样者可能自闭或过动，对不对？我们觉得他很难沟通，是不是有很常有这个思想嘛，有这个想法？他很难沟通但其实我们不会跟他沟通。对，其实是我们的错，你知道吗？不对，其实是普通人跟神经多样的人，就像是讲中文跟讲法文，你的语言就是不对，你就是没有对上。所以你才会失真，你才会出错，你才会在任务上面有不理解的地方，你的满意度也会低。以前的人都会觉得神经多样的自己跟神经多样自己2个自闭特质的混在一起一定做不到什么东西啦。没有，他们做的好的程度跟普通配普通是一样好。对，所以这一个实验它告诉我们的就是人跟人的那个沟通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特质不同才会有落差，所以请大家不要抱着就是我是正常的，我最棒，我就是对的，这样去看待特殊的群体。对，不要有这个想法。其实有特质的他们2个之间，他们也可以做出一样好的作品。对，我觉得我今天就是一直跟你互动，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种反而是很安心的感觉。难怪我觉得我的能量一直被你抽走，我觉得掉电这样就被你吸过去。OK， 然后我真的很开心，就是说原来世界上就是有人在默默付出，就是让这一群人被看见。我付出的很大声。这才 That's why 我来上 podcast 节目，因为我是一个很大声的人。对，需要大声，需要被看见，这是真的。对，然后我不需要默默。对，是默默付出，就是没有人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怎么会被看见呢？就是，所以我做自媒体，拍。对，没错，对。
然后我觉得还得再多做一点什么。当然，你今天一直被我就是一直要求了，就说能不能再干嘛？能不能再帮忙？不能再更多了，再多就要付费解锁。是，就是欢迎我们会有留那个连结啊，就是我真的感觉很舒服。谢谢，就是然后很安心这样，然后我觉得也希望这一集的内容对我们听众朋友有很大的帮助。一定要的吧，没帮助我会发疯，哭哦。OK， 然后我真的很谢谢你的仓鼠，不管它是仓鼠什么，但是仓鼠滚对，我谢谢你的仓鼠，对仓鼠滚轮，需要的话就请上就是好好老师的官网吧。我们官网链接有。好，那最后你还有最后吗？没有了，没有了，干了。没有，我快忘记你的 slogan 要怎么念了。我的那个 storage 没有办法放那么久哦。OK， 我们的那个 slogan 是赢在好心情，给你好心情。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好好老师来上我们节目，真的很开心可以跟你互动。OK， 赢在好心情，给你好心情。还有好好老师，好好老师，谢谢大家，好，拜拜，拜拜。我们是赢在好心情，我们还有许多丰富的内容，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扫描画面中的 QR code 加入社群，一起来跟我们聊聊吧。有漂亮吗？漂亮，会上美颜吗？啾，大家是会这样哦，有够漂亮，喜欢。尤其是这个小短裙，穿对了。啊，中间可以卡吗？可以，对，随时可以站起来跳一下。我闪电麦昆呢，扭一下屁股 ，speed， 卡巧。他很开心的时候就会，他是闪车灯这样， OK， 卡巧这样，对，蛮喜欢他的。分享给你学哦。